虽然在口头上给予了张伯伦保证，但实际上希特勒可一刻都没有停止在军事上的部署。他先是调集了总共36个师，开赴了苏台德边境，做好了随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然后另一边，希特勒又去给波兰和匈牙利抛诱饵，他怂恿波兰跟匈牙利说，既然大家都跟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有领土问题，那不如干脆就一起跟捷克斯洛伐克去解决一下。那波兰跟匈牙利这俩蠢货一想呢，这个提议好像不错啊，特别是波兰。于是在希特勒的鼓动下，波兰就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了要求，就是要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切身地区举行公投。那这个切身地区也是一个一战遗留问题，位于捷克境内，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属于奥地利。一战过后就完全割让给了波兰，后来又在国际联盟的调解之下，整个切身以奥尔扎河为界，一分为二，河东岸的呢就继续割让给波兰，河西岸的就还给了捷克。那波兰现在要求捷克境内的切身举行公投，意图就非常明显了，波兰就是想完全吞并整个切身地区。那匈牙利就更直接了，因为这个斯洛伐克原本就是匈牙利的领土，只不过一战战败过后，奥匈帝国解体，斯洛伐克就趁机独立，跟捷克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那现在趁着希特勒在抢苏台德地区的时候，匈牙利也想趁机完全收回斯洛伐克，所以一瞬间，那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就变得岌岌可危。张伯伦从伦敦返回德国的当晚，就紧急召开了内阁会议，来商讨希特勒提出的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割让苏台德地区的要求。那与此同时，英国派驻布拉格的调解员，就是去负责调查事情原委的伦希曼勋爵，也刚从布拉格返回了伦敦。让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伦希曼竟然比张伯伦还要大气，甚至可能连希特勒都会觉得自愧不如。他主张应该立即把苏台德地区直接移交给纳粹德国，根本就不用费事去搞什么公民投票。明明是希特勒在觊觎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而伦希曼反而认为是捷克斯洛伐克有侵略纳粹德国的危险。虽然这个伦希曼的主张非常的荒唐，但很无奈的是，他的主张给英国的内阁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更加坚定了张伯伦的想法，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去满足希特勒的要求。那天是9月16日，2天过后，也就是9月18日，法国总理达拉蒂造访伦敦，他来找张伯伦商讨捷克的事情。法国人的态度跟英国人如出一辙，所以没多久他们就达成了一致。搞笑的是，没多久之前，法国人自己内部在商讨是否要履行解法协议，给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帮助的时候，他们谈了一整天，自己内部都没能达成一致。而现在他们跟英国人商量好了，英法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而这个即将被当作代价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都没能受邀跟他们一同商讨。第二天，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在中午的时候一同向捷克政府递交了英法的建议，那很自然的就遭到了捷克政府的断然拒绝。对此呢，英法公使向捷克的外交部长提出警告，如果捷克人固执己见，那么英法就不再过问此事了，让捷克政府去单独面对已经兵临城下的纳粹德国。随后在得到布拉格方面的拒绝态度之后，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蒂开了一晚上的电话会议，那不出意外的，他们又达成了一致。他们一起强调，如果捷克人一意孤行，那捷克政府就不要再指望从英法这里得到任何的帮助了。看到英法如此决绝的态度，这个时候的捷克政府又试图去寻求苏联的帮助，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跟苏联在1935年的时候签订了一项苏捷互助条约，只不过苏联人怎么可能靠得住？他们向来都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苏联的外交部长大义凛然地说，苏联必将信守条约，只不过条约里清楚明白地写了，苏联只有在法国出兵支援的情况下才会出兵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最终别无选择的捷克屈服了。9月21日，捷克政府宣布接受英法的计划，并且愤愤不平地说，捷克别无选择，因为捷克被抛弃了。距离上一次从德国面见希特勒回伦敦，才过去了短短不到10天，张伯伦又再次动身前往德国，而这一次他给希特勒带了礼物，就是已经屈服的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是根本就没能想到张伯伦的办事效率如此之高，而且这么的殷切主动。他原本的要求是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割让苏台德地区，而张伯伦给他带来的方案是立马直接交割，然后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以及一个中立国的人组成的委员会来托管。这个时候，希特勒可能觉得是不是之前自己的要价有点太低了，感觉有点吃亏，于是坐地起价，他直接拒绝了张伯伦的方案。理由是张伯伦拖沓的太久了，之前商定好的方案已经过时了。虽然仅仅才过去了1个星期，希特勒告诉张伯伦，现在的方案是苏台德地区必须由纳粹德国单独占领，并且要在规定的日期之前，也就是9月26日，苏台德地区所有的捷克人必须全部撤离。他跟张伯伦强调，这是最后通牒。脾气再好的人，这个时候也都不会有好脸色了。面对希特勒突如其来的反水，张伯伦反问了一句：“是否真的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希特勒坚决地说：“是的。”于是张伯伦无奈地摇摇头，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谈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既然之前的努力都已经付之东流，那他就只有带着遗憾离开德国了。”希特勒一看不好，玩砸了，但这个时候他又不能直接让步，直接松口，那样就太丢人了。于是他赶忙用感谢的口吻对张伯伦说：“非常感谢首相阁下一直以来不辞辛劳的从中调停，为了让首相的努力不白费，可以稍作让步，把最后的期限往后延几天，从9月26日延期到10月1日。”张伯伦还是很吃这一套的，也有可能是他一直以来跟希特勒打交道，看到的都是咄咄逼人的态度，而现在希特勒突然一下放低了姿态，虽然也没有放低多少，但也能让张伯伦感到那么一丝丝的感动，认为希特勒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让步的。于是他表示会把这些最新变更的内容转达给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到了会谈结束临走的时候，张伯伦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转过头来问希特勒：“尊敬的元首阁下，您确定苏台德地区是您最后一块想要的领土了吗？”希特勒想都没想就答复了他：“是的。”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任谁都没有办法去改变最终的结局了。张伯伦后来也邀请了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一同来参与调停，希特勒也刚好利用了这次机会，给了墨索里尼一个顺水人情。他接受了墨索里尼的提议，纳粹德国的军队在10月1日开始进驻苏台德，而苏台德地区的捷克人将在10月10日之前全部完成撤离。于是德国元首希特勒、英国首相张伯伦、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以及法国总理达拉蒂在9月29日齐聚慕尼黑。当然还有2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只不过他们被单独安排在另外一个小房间里随时待命。过了凌晨12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还有达拉蒂，他们按照顺序依次在慕尼黑协定上签字。1点半的时候，捷克代表被叫到了他们4人面前，他们把签订好的协定交给捷克代表。这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情！签订分割捷克领土的协定，捷克的代表竟然都不被允许在现场，最终只有接收协定的权利。10月3日，张伯伦回到了伦敦，他摇晃着手中的慕尼黑协定，并且对人们说：“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整个欧洲一个时代的合同。”张伯伦为此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Some of you perhaps have already heard what it contains, and I would just like to read it to you. We are resolved that the method of consultation shall be the method adopted to deal with any other questions that may concern our two countries, and we ar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remove possible sources of difference and thus to contribute to assure the peace of Europe.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找鬼开药方，如果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看看张伯伦手上的慕尼黑协定就知道了。慕尼黑协定签字才1个星期多一点，希特勒就给最高统帅部的部长威廉·凯特尔将军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询问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击破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抵抗力量大概需要多少增援部队，集结调动这些增援部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10月11日，凯特尔给希特勒回复时，经过最高统帅部的研究，鉴于目前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力量微弱，大概率不需要增援就可以动手。得到了这样的回复，10月21日，希特勒通知了其他的军事将领，
积极备战，以便随时开始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当然，希特勒也没有狂妄到立马就对捷克斯洛伐克大举进兵，因为慕尼黑协定才签字半个多月，这个时候如果大举进犯，那必将遭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对抗，所以一定不能是纳粹德国先动手，得让捷克斯洛伐克先动手。刚好，这不是还有匈牙利吗？别忘了，自打希特勒鼓动苏台德事件以来，一同挑事的还有想拿切身地区的波兰，以及想要卢西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一直以来呢，匈牙利都在持续不断的煽动这些地方的分裂活动。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给予了这些地方充分的自治，但是这些分裂分子依旧在纳粹德国以及匈牙利的背后鼓动下，不断的煽动暴乱，谋求独立。这就让布拉格方面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任由这些人去闹事，那捷克斯洛伐克就会解体，到时候纳粹德国肯定会出兵布拉格。如果以武力去镇压这些人，那希特勒肯定也会以此为契机，以防止动乱为借口出兵布拉格。无论怎么做，都最终会招致纳粹德国的出兵。最终，在对这些分裂分子无休止的挑衅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布拉格中央政府果断出手，出兵镇压。1939年3月6日解散了卢西尼亚自治政府，3月9日解散了斯洛伐克自治政府，并且逮捕了斯洛伐克的总理约瑟夫·蒂索。随后立马就组建了斯洛伐克新政府，并且宣布斯洛伐克戒严。就在斯洛伐克新政府的成员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奥地利的纳粹领袖约瑟夫·贝克尔带着5个德国将军闯了进去，并且告诉这些正在开会的新政府成员，要求他们立即就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如果不照做，那么德国就不再理会斯洛伐克的命运，因为此时此刻匈牙利已经屯兵斯洛伐克边境。斯洛伐克的新总理犹豫不决，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而就在第二天，被捕的老总理蒂索莫名其妙地逃了出来，还以斯洛伐克总理的身份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并且以政局动荡为由，要求纳粹德国出兵提供保护。这一切都是希特勒的精心设计，所以他立马就宣布非常乐于给斯洛伐克提供保护。而张伯伦此时也非常识趣地保持了沉默，因为斯洛伐克是自愿独立的，并且主动要求纳粹德国提供保护，所以纳粹德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顺理成章，并不能触发慕尼黑协定里英法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条款。于是纳粹德国的军队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在希特勒跟张伯伦保证苏台德地区是他最后一块想要的领土之后，不到半年，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就都没有了。而这个时候英法在干嘛？就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甚至都没有在第一时间，而是在1个星期之后的3月18日，才因为各自国内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向纳粹德国提出正式抗议。而这个时候，抗议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希特勒已经不费一兵一卒的就拿下了世界第2大的兵工厂，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兵工厂，这也为他以后的武装侵略增添了不少底气。